大明洪武26年2月，南京城下着一场连夜的瓢泼大雨。3更天，梁国公府的大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，冲进来的是锦衣卫的密探，一个个盔甲上淌着雨水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为首的人手里拎着一根铁链子。蓝玉是从梦里被人拽起来的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冰凉的铁链已经死死套上了他的脖子。他挣扎着喊，说自己是大明的开国功臣，说自己刚从大漠里给朝廷打下了半壁江山，说这些人凭什么敢这样对他。没有人理他。蓝玉这一辈子算得出大漠里的风向，算得出援军藏在哪片戈壁后面，可他直到脖子被铁链勒紧的这一刻都没算出一件事。南京城那座金銮殿里，那位60岁的老皇帝心里到底在盘算什么？史书上说的斩钉截铁，锦衣卫指挥蒋进密报说蓝玉勾结党羽，打算趁皇帝出宫祭田那天动手谋反，证据确凿，罪证如山。可要是您真去翻一翻当年的卷宗，就会发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朝廷后来编了一本逆臣录，收录了近10000份口供，上至公侯，下至马夫，几乎人人都在指认蓝玉谋反。可奇怪的是，翻遍这近10000份供词，蓝玉本人的口供在哪儿？跟他一同定罪的几个核心同党，他们的口供又在哪儿？定这场惊天大案的，靠的居然是一群边角小人物，你一言我一语拼凑出来的说法，真正的主犯嘴却是哑的。还有一点更说不通，史书给出的谋反动机翻来覆去就2条。蓝玉嫌自己官封得小，心里不痛快。蓝玉觉得皇帝对自己起了疑心，怕遭清算。一个手握10几万精锐，被称作大明战神的绝代名将，要造反的理由竟然是嫌弃官不够大，这个理由怎么想都站不住脚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闲来听书。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疑点，一起把蓝玉案从头捋一遍。事情得从10几年前那场大漠决战说起。那时候大明朝刚建立20年，北边的元朝残余势力天天想着反扑。洪武21年，蓝玉临危受命，统领15万大军深入大漠，风沙漫天，军队在戈壁里一度失了方向，粮草也快断了，将士们人心惶惶，不少人劝他见好就收，先撤回来再说。蓝玉不撤，他站在沙丘上，眯着眼看了半天风向，扔下一句话：援军就在前面，谁也不许退。他赌对了，在捕鱼洱海，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附近，他摸到了北元的老巢。一场突袭打得对方措手不及，连北元的皇子、公主、妃嫔，还有那方象征正统的传国玉玺，全都被他打包送回了南京。捷报传来的那天，朱元璋高兴地从龙椅上站了起来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蓝玉夸成了大明的卫青。可就在蓝玉沉浸在这场泼天大功里的时候，他没有留意到皇帝看他的那一眼里，除了欣喜，还藏着一丝旁人不易察觉的忌惮。真正让这丝忌惮变成杀心的，是蓝玉自己做的一件事。大军得胜回朝，深夜路过喜峰口关隘，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，守关的士兵按规矩要先核实身份才能开门，这本是天经地义的规矩。可蓝玉在塞外横惯了，一见守关的动作慢了半拍，脾气立刻就上来了。开不开？他冷笑一声，抬手就是一挥，炮口对准了自家的城门。15万大军没去打敌人，反倒把大明的关隘生生轰开了一个口子。守关的士兵吓得魂飞魄散，抱头鼠窜。消息传回京城的时候，朱元璋
正在御书房看战报。听完，他什么都没说，提起笔，在小本子上把原本准备封给蓝玉的梁国公改成了梁国公。一个字的改动，寒气就已经渗出来了。可奇怪的是，皇帝没有借这件事发作，不仅没有，往后蓝玉犯的错越来越离谱，皇帝反倒还在继续加官进爵。蓝玉把北元皇帝的一名妃子据为己有，那位王妃不堪受辱，自尽身亡，这在当时是能掀起轩然大波的丑闻。皇帝只是私下敲打了几句。蓝玉在家里私自收养了上千名义子，这些人在外头强占民田，横行霸道，地方官去查，反倒被打了出来。皇帝依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甚至有一回御前设宴，蓝玉嫌自己的座位不够体面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跟皇帝顶起了嘴，一次比一次过分，可朱元璋每一次都忍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不是纵容，是在养。蓝玉敢在朝堂上这么横，其实心里揣着一张牌，太子朱标。这层关系说来也巧，常遇春是蓝玉的姐夫，常遇春的女儿又嫁给了朱标，论起来蓝玉是太子妃的亲舅舅。有一回，蓝玉在军中喝多了酒，跟部将拍着胸脯说了句真心话：这天底下也就太子能治得住我，别人我谁都不服。朱元璋这盘棋算得很清楚，你蓝玉再狂，骨子里也是太子这一脉的自己人。等我100年之后，只要有你在军中镇着，那些骄兵悍将就没人敢反，你也就得死心塌地辅佐朱标。有一次蓝玉在朝会上顶撞了李治，皇帝当场就要发作，是太子悄悄给他递了个眼色，事后又替他在皇帝面前遮掩了几句，才算接过去。蓝玉打心底认，这块免死金牌稳得很。可命运跟大明朝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洪武25年春天，年仅35岁的太子朱标在外出视察迁都事宜时染上重病，竟撒手人寰，走在了父亲前头。消息传到军中那天，蓝玉正在校场点兵，接到急报，手里的令牌啪地掉在了地上。太子一死，整个棋局塌了一半，朱元璋哭得死去活来，蓝玉也连夜快马赶回南京，跪在陵前久久不肯起身。那一刻，他心里悲的是失去了一个待自己不薄的外甥女婿。可哭完之后，那位年迈的皇帝必须面对一个现实，储君没了，那块能镇住蓝玉的招牌也没了。按血缘论，朱标嫡子朱允炆才是顺位继承人，这个孩子身上也流着常遇春一脉的血，跟蓝玉沾亲带故。朝会上有老臣就提了这一层，皇帝却沉默不语。几天后，朱元璋权衡再三，最终定下的接班人却是另一个孙子，跟蓝玉没有半点血缘牵连的朱允文。这一步棋，外人看着是家事，懂行的人却看得出来，这是在悄悄抽走蓝玉手里最后一张底牌。事情到这儿，性质彻底变了。朱标若还活着，凭他和蓝玉的这层亲戚关系，蓝玉自然会俯首帖耳。有一回，蓝玉的一名旧部私下提醒他，太子没了，往后接班的孩子跟您半点关系都没有，您以后可怎么办？蓝玉当场没答话，只是把手里的酒盏捏得咯咯作响。你让这样一个手握重兵，私兵上千，连朝廷的城门都敢轰开的战神，去跪一个跟自己没有半点关系的毛头小子。朱元璋坐在龙椅上，看着底下正跟部将推杯换盏浑然不觉的蓝玉，心里升起一股寒气。朕要是不在了，这天下还有谁镇得住这头猛虎？镇不住，会不会连孙子的江山一并给吞了？从这一天起，蓝玉在朱元璋眼里不再是留给继承人的看门狗，而是变成了大明最大的隐患。
那只原本用来装猎物的布口袋开始一点一点收紧。真正把网收紧的是洪武25年8月的一件事。朱元璋突然翻出一桩7、8年前的旧账，说靖宁侯叶生当年跟胡惟庸有私下往来，把叶生给杀了。这个叶生是蓝玉的姻亲。这一刀砍下去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不是在查旧案，这是在敲山震虎。蓝玉慌了，他开始暗中联络旧部，想着万一哪天风头到了自己头上，多几个能帮衬的人。这份自保的心思在当时的处境下，几乎是任何一个武将都会有的本能反应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份自保的举动后来被原封不动地写进了他的罪状里，成了蓝玉早有反心，暗中招揽党羽的铁证。朱元璋先动的手，逼出了蓝玉的自保，再拿这份自保反手定了蓝玉的死罪。到了洪武26年2月，陷阱终于落了下来。锦衣卫指挥使蒋全密报说，梁国公蓝玉打算趁皇帝春季之时发动兵变，有没有确凿的证据？在绝对的皇权面前，其实已经不需要了。当晚，锦衣卫连夜冲进梁国公府，把睡梦中的蓝玉死死按住。铁链套上脖子的那一刻，他还在喊，说自己为大明立过战功，要面见皇上，他再也见不到朱元璋了。朱元璋没有给蓝玉任何辩解的机会，直接下令严审。一时间，南京城血雨腥风，凡是跟蓝玉有过往来的武将、官员，甚至只是说错一句话的马夫，都被牵连进了这场谋反案里。最终，一道圣旨下来，蓝玉谋反罪成，处以极刑。他的一家老小、9族亲属徒，加上军中一批开国功臣，前后后一共15000多人，全部在这场风暴中丧命。大明朝好不容易攒下的一代名将骨干，短短1个月几乎被清扫一空。蓝玉到死都没想明白自己到底输在了哪里。他以为自己的战功和皇亲身份是护身符，却不知道在绝对的皇权面前，功劳越大，有时候反而越像催命符。他算得出大漠的风沙，算得出敌军的埋伏，唯独算不出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什么时候把他当作忠犬，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把他当成猎物。这桩案子几百年后仍然有人在争，有的史学家认定这就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案，蓝玉压根儿没有真的谋划过造反。也有人认为蓝玉和他身边那批骨干确实动过拉拢串联、寻求自保的心思，只是被牵连丧命的15000人里，绝大多数不过是陪绑的无辜者。真相到底是哪一种，恐怕连朱元璋自己心里都未必说得清。各位朋友，蓝玉到死都没想明白的那个问题，其实每个身处局中的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。你怎么知道自己现在的位置是被重用还是被喂养？咱们下个故事接着聊。